要是说医师的剂量有问题，要我拿去给医师改剂量，结果医师跟我说，你去跟药师说是我故意开的。天哪，什么叫做我故意开的？嗨，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医院评鉴，我对于智慧医院的看法。大家可能只有听过地区医院、区域医院、医学中心。智慧医院是什么？智慧医院在2016年所提出的版本，其将智慧医院定义为基于互联环境建立优化和自动化流程的医院，以改善现有病人护理程序，并引进新的功能。另外，在2017年，另外一个学者也提出，智慧医院是通过互联资产的基础、资讯化网络基础设施优化，重新设计或建构新的临床流程、管理系统，甚至医院的基础设施，以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或洞察力。最简单的说法是，透过网络与科技的运用，改善就医的流程，提升医疗的品质。不要小看这一件事，这是目前医院军备竞赛的武器之一。这也不是买一个高科技的机器，找2-3个人会操作就可以的事情，而是另一个全新的工作模式。过去劳力密集、产业贫贱的苦，安社工目前工作的医院正努力的转型，由劳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，重新建构新的资讯化作业系统转换的同时，加上评鉴真的很有感觉。大家可能很难想象，医院就像我们的身体，有不同的器官组织所组成。当然，这也不是一个家医科医师能看所有的疾病。医院的行政工作也是非常的复杂。就拿评鉴条文中有医务社工人力比这一条，第一，每100床要有1位社工人员，社工师应占社工员的1/3。这个部分我们家核定是500床，内外妇儿一般床是300床，特殊床200床，不计人力。所以要有3名社工人员，3人中有1人是社工师。我们家虽然缺社工人员，基本上都一直保持4名社工师的人力，而且这4名社工师的人力是纯医务社工人力，因为有不少医院会把其他业务的社工人力充当医务社工人力。人资最常说的是，反正都是直登在医院，把长照其他业务人力算进来，在佐证资料的部分要备有社工直登表，社工才3-4个人，很好处理，人资部门也处理了一些时间才交出名册。医院最大的人力，护理部要算直登，可就是一个噩梦了。对于人力没有资源管理的部门，真的是不用下班了，没日没夜的处理3-4天也处理不完。另外，社工的第2个指标是社工相关服务记录和成效。这个部分虽然只有1句话，但是要准备社工所有的服务记录、活动、课程、宣导及补助所有4年的成果的佐证资料，很可怕吧？医院不是只有社工一个单位，
像护理单位就很可怕，表单、程序、同意书、评估单，一堆纸本文件，谁知道委员点到哪一本病历，少了什么，又不能准备黄金病历提供委员检查。每次看到护理站阿长自己检查一遍，别的单位阿长又来交叉检查，督导还要来再检查一次，真的是很辛苦。AI 与 BI 的优点，所以在2-3年前换大老板的时候，新官上任就要推智慧医院。我记得大老板曾经说过，未来只要大家平时按规定作业，就不用担心评鉴的准备。这句话在这一次评鉴中有看到一点点的亮光，因为我们通常容易放过自己，但是被电脑控制之后，就不是你想跳过就能跳过。有些医师常常剂量会算错，开的剂量太大太多，系统就会跳出警示，药单丢不出去。可以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性，减低病人因为人为问题造成的风险。数十年前，安社工去某家联合门诊中心看病，看完门诊拿药单去药局领药，药师说医师的剂量有问题，要我拿去给医师改剂量。结果医师跟我说，你去跟药师说是我故意开的。天哪，什么叫做我故意开的？药要吃吗？还是不吃呢？多年后去某一家诊所看病，医师说药袋里面有一颗药是送你吃的。什么？什么叫做送我吃的？在诊所的药局领药的时候，果然有多一颗，而且是没有药名的。这些问题应该在智慧医疗后可以减少人为的问题，当然偷偷放还是无法避免的。题外话，大家知道在医院中，除了医师的薪水最高，第二是哪一个职类知道吗？护理师、不是，医检师、不是，放射师、不是。答案是药师。药师在学校读了不少化学、有机、无机、定性、定量分析、生化等等，结果出来考上药师，在医院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？当然是调剂药品，数药一天4次7天份，4、7、28颗。包药现在有包药机自动打包，发药安德鲁先生，你的药好了。自动化之后，药品在医院的药库中，就像汽车停车塔一样，医师在诊间开立处方，药局的系统就会自己把药包好送下来，药师连数数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现在的医院，如果我们加500床的区域医院，医院的管理单位怎样知道医院的状况？哪些该出院的没有出？感染控制室的人员如何知道医院内部传染的问题？透过 BI 的计算可以知道医疗上的问题，不用透过护理人员的通知，就可以从系统上找出问题，可以立即的处理。自从 COVID-19 疫情以来，民众都知道病毒序号这一件事情，可以透过病毒的序号知道病毒如何传开的。这个技术早在多年前，全世界 A 肝爆发大流行的时候，就是依赖病毒的序号和时序，知道发生的前后因果关系。有一天我们会被电脑统治吗？基本上安社工觉得不太会啦，
绝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变笨，只有用脑袋思考的人不会变笨，因为电脑即便是 AI 或是大数据，还是要人去设计、规划与验证，所以这些人不会变笨。安社工换一个方面来说，年轻的医师如果不用检查设备，比如说超音波、验血、CT、MRI 这些机器，如何利用学理的检查诊断疾病？简单一点的感冒或许可以，但是难一点的内脏检查，可能很多人没有仪器检查下都不行。如果发生战争，在前线的野战医院，可能很多医师都没有办法诊断。再加上现在的医学教育也很重视数据跟数值，可能只有中医才能治病，依赖是过度退化的元凶。医务社工有可能被机器取代吗？如果社工只处理行政事务，处理经济困难的照会，只要能用是否或者选择题回答的问题，很快就会被机器取代。医务社工师应该朝向更深入的质性服务，才不会有朝一日被取代。听到这里，你希望住智慧医院吗？1. 希望， 2. 不希望。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想要感受君子动口不动手的 AI 生活吗？希望有一天科技来自人性是日常，而不是一句广告词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